师傅，师傅，哎呦哎！没事。师傅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吧？师傅，没事。哎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哎，我在这新开了一家汤泉，特别好，我一会儿带你去泡汤去。你不是胡闹吗？江大师到这儿有事儿，你怎么去洗澡呢？师傅就好这口。等会儿再说啊。走吧。快点啊！出去。妈，桃子。哎，那是谁呀？薛永年儿子，薛岩。请江大师指教。来，把这幅画立起来，让我们永年兄好好的悟一悟。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，枯茎玉折，风扫残叶，一池岁月老，隐去享清福。该是退位的时候了，不然葬送了一世英名，贻笑大方啊。江大师，咱们在这桃花镇转了一大圈了，宣师傅的手艺那是当仁不让的。你看，要不好了，你也看到，师傅今天绝对有问宣家的题，纸我们也你去是，劝劝。结果还是没有一张能让我满意的宣纸。我劝谁呀？劝劝。哎，真是瞎子看手表，浪费时间。你别掺和，好了。现在啊，找一张真正的好纸，真的很难。即使在这千年宣纸、千年宣家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走了。张大师，张大师，您说在千年宣家找不到一张好纸，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对呀。别声动，不好意思，江大师，他刚来，他不。好，不用说了。小姑娘，我送你两句诗：雨入沙痕墨自悬，万变云章纳海天。您能解释得清楚，怎样才能叫墨自悬吗？小姑娘，你我刚调到桃花镇，对宣纸还不太懂，但是我知道，宣家是传承千年的名门正宗，宣家的纸享誉海内外，有口皆碑。我觉得您刚刚那样的评价不太合适。当然，如果您能提出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，我相信宣师傅一定可以改得更好。你又不懂所以，到底是捞的问题、晒的问题，还是料的问题？对呀。这小姑娘，你是谁呀？哎，小丫头是哪儿的啊？干什么的？这是镇上彭书记啊安排来陪同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幡办的，我叫林依然。林依然，小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关于纸，江大师，小林呢，人家是个女孩子，啊，说话还是要那个一点。你今天到我这儿来，所作所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呢。您要是认为我们这个庙太小，容不下你这个大佛，您就去找一个大庙吧。真的，否则我们承担不起啊。别弄！薛永年，对，我用了你们家几十年的纸，现在连句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了。绝对不是这样。您是我们的顾客，而且您是著名的专家。您随便一句话、一个举动，都让我们这小小的民营企业或者兴旺，或者死亡。您实在看不惯我们这儿，我们就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师傅，你先消气啊！什么呀？爸，我师傅那是大师，他说话就得端着，那才有大师的范儿。你得理解这个事儿。这不是，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师傅，我爸他说话呢是这嘴巴有点毒，嘴巴这个很臭，这邻里街坊都知道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他人缘贼。就是你人缘太次，知道吗？哪有这么去做事情？是，对不对？你们，妈，你干什么呀你？
混蛋玩意儿。他是混蛋，也是他师傅教出来的。这你可怪不上我，蛤蟆骨头变不成金凤凰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种。师傅，这个强子流。我今天的话是狠了点儿，不过我就是想好好敲打敲打他。一个人支棱那么大个摊子干什么？老马拉大车，他能拉到什么时候？拉得动吗？与其这样，你不如把工人该辞的辞了，留一个槽子，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做一些好纸，这不好吗？我把您大老远的请过来也是这个目的。本来是想呢，您呲他2句，哎，他就知难而退了。谁曾想冒出这么根搅屎棍来，把这事给搅和成这个样子。他是搅屎棍，我们是什么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师傅，您别生气啊。你是个愣头青。对，愣头青。好了，轩辕啊，做师傅的也算是仁至义尽。不过人间非净土，各有各的苦。你爸那个人的脾气你也知道，实在不行就由他去吧，啊。也只能先这样了。好了，我送送你。蒋大师啊，怎么样？聊好了吗？聊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走，好，再见。江大师慢走再。见啊！哎，师傅，慢点，保重身体啊！照顾好你爸。哎。哎，好汉留步哎！干嘛呀，轩辕？敢问这位小姐姐是何方神圣啊？我是个人，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，轩家传承1000年不容易，但是如果这家里有个败家子儿的话，也能活过这1000年。你说谁是败家子儿？行了，走了。说我是败家子儿，有意思。这个林依然根本不适合金花办工作，待人接物，起码的分寸都没有。廖主任，这个江大师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，我不是让你亲自安排吗？怎么说来说去都成了林依然的问题了？冯书记，有2家宣纸作坊偷排污水，被抓了典型。县环保局旅游局早上8点等着听我的整改汇报，您还催着我视频号的推进，我哪有功夫呀？这个林依然，不是说能力很强吗？不是能力问题，就是情商太低。咱们请江大师给我们做宣传，他可倒好，一下子给得罪透了。经发办挑着桃花镇经济发展的大梁，时间紧，担子重，让他这种人再搅和下去，工作真的没法干了。主任、书记，我觉得依然他刚来才半个月，还不适应咱们体制内的工作，也情有可原嘛。他根本就不想适应，都是我们去适应他。要给年轻。彭书记，哎呀，火了！啊？谁火了？怎么了？林依然火了，你看看啊！您说在桃花镇找不到一张好纸，点赞6万，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？ 3万，您能解释清楚，怎样才能叫墨子轩吗？轩家是传承1000年的名门正宗，轩家的纸有口皆碑，享誉海内外。这是谁呀？这人从哪儿来的？我是新入职桃花镇经发办的，我叫林依然。10岁月老。这江大师用薛老爷子的纸这么多年，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呢？现在找一张好纸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即使在这，不是你看啊，就这点击率，老爷子看见不得气死了？这是要毁老爷子呀！这是。所以，到底帮我们站起来。你说闹成这个样子，对这个姑娘不好。对她不好，她跟我师傅这么一闹，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。那你还乐？做人要有良心，人家姑娘是替咱说话呢。是，我也不想笑。我师傅呀，就说他是个愣头青。而
儿子，那个廖主任不是你中学老师吗？你跟他说说，别为难那姑娘。行，去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我去谈点事儿。啊，你还有正经事儿要谈？那屎壳郎子都能找着推粪球的地儿，我怎么了？行了，有个正经事儿了。等你的带料呢啊，下午就要用。知道，我让张杜去了，让他帮我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活了？我哪敢安排呀？我们这叫做互帮互助，团结友爱，懂了吗？啊。惯子不孝，飞天出瘪道。成天找儿子的毛病。有这功夫，你好好想想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发吧。那陈老师不是有一大笔订单吗？哎呦，定是定了，钱没到账。老规矩，收货付款。你放心吧。哎，桃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廖主任让你现在赶紧回来。彭书记这回火大了，说给咱们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现在大家都在商量对策呢。我跟你说，弄不好这回是要问责的。我妈这边有点事儿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啊。不是，姐姐你得回来。我跟你说，主任还在生气，书记刚才说要给你调岗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事儿就大了。行，我知道了啊。哎，江姐，咱们再聊两句行吗？还聊啥呀？去买个饭都嫌我时间长，每天夜里起夜7、8趟。我没说啥，我一天睡不到2、3个小时。下午刚眯一小会儿，你妈就对我说，一天到晚睡不够。哎，不，江姐，你看咱们一直都相处的不错，对吧？你给我2天时间，我找到人你再走好不好？脸撕破了，再待着还有啥意思？我订好下家了，你抓紧找人吧。不，江姐。放哪儿？刚买的2包抽纸，都被他拿走了。你去把它要回来去。你不去是吧？那我去。哎呀，行了，妈，慢点。不是妈，你不想用它，你直接跟我说行吗？你一句不用了，你让我上哪儿给你找人去啊？你就不能请2天假啊？你照顾我2天怎么了？妈，当初是你让我考的公务员，你知道我工作有多忙多累吗？我懒得跟你说，单位还有急事呢。啊，行，你走，我谁都不用啊，护工我也不用，我亲闺女我也用不起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呗，我这死活都不用你管，让开。姑娘，刚做完手术就这样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我这也认识一个护工，还不错，要不要我帮你问问？太感谢了，谢谢你啊，大姐。行，赶紧去看看你妈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李毅然，打电话都联系不上。这个事情也难办，谁能成想这个还能火了？你说？林然，为什么挂我电话？你是我的领导，还是我是你的领导？事情太多了，对不起。你对得起工作，对得起这份责任吗？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错吗？你说什么？廖主任，我就是因为负责任，所以才当面纠正江自流，不能任由他给桃花镇宣纸产业抹黑。你觉得你没错是吧？视频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，这个是不是事实？首先，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是因为江自流说桃花镇造不出好纸，不是因为我怼他。第二，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
江自流说的不负责任的话造成的负面影响，那我是不是有责任来承担？是不是可以等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解决之后再来向我追责？我觉得也为时不晚。哎呀，规则的话呀，都先不要讲了。林依然，那你觉得现在该怎么解决这事情？那我就提3点建议：第一，马上和江自流交涉，已经对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和品牌造成了冲击和影响，他有责任、有义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，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。第二，如果他拒不道歉，我们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名誉，以正视听。第三，桃花镇有着最优秀的宣纸文化和手工艺传承，我建议可以举办一个大型的宣纸文化交流活动，全面推广、正面宣传，可以请业内的诸多人士来为桃花镇证明，也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宣纸产业和厚重的宣纸文化。林依然，王书记，县长现在非常关心我们下一步的应对方案，但是我刚才听见了，你前2条不可取。江自流大师现在在书画界备受尊重，得罪了他，就相当于得罪了书画界，对我们的桃花镇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你们刚才说的举办这个宣纸文化交流活动，其实跟我们说的纸王大赛是一个意思呀。对。什么纸王大赛啊？我们桃花镇以前一直都办纸王大赛，全国各地做手工纸的都来参加，连续多少届都是宣家摘得纸王桂冠。后来就没再做了。不过大赛的评委请的都是宣纸行业的权威，来参加的也都是全国手工纸的顶尖高手。如果这次大赛恢复，咱们桃花镇再夺冠，当然就证明桃花镇造的纸是全国最好的宣纸。对，廖主任，咱们这个纸王大赛能不能尽快恢复办起来？我办吗？对呀。这个我不行的呀，冯书记。你什么情况啊你？冯书记，你了解的，我写稿子，搞研究可以，组织协调不是我的强项。廖主任，一到关键时候你就掉链子，啊？平时我看见你在办公室讲大道理的时候，比谁的道理都多。说吧，能不能干？我告诉你啊，能干你就干，不能干让位。彭书记，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？想都不要想，你现在好好反省，等着处理吧。彭书记，考公之前，我在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做大型的策展活动，从前期策划到具体执行，都是我来负责的。这方面我有经验，而且这件事情说到底还是因我而起，我有责任有义务，最大程度来挽回影响。你别啰嗦了，这个事儿不归你管啊，你的工作，彭书记另有安排。如果因为这件事情给我调岗，我不接受。如果纸王大赛我给办砸了，不用组织上处分，我主动辞职。依然，你别冲动，再想想。林依然，你这个是在跟我立军令状吗？是。好，你这个军令状，我接了。彭书记，办纸王大赛不是个小事情啊。他不行，你来。就这样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尽快落实这个纸王大赛的执行方案。明天，我明天就要。走，好。慢走，书记。不是妈，你确认护工给你的训练时间不够，你直接跟他讲就好吧？你让我跟他说，本来简单的事情就给搞复杂了。妈，我不是。喂。桃子，这廖主任不是让你弄公众号设计稿吗？你还不弄啊？哎，催我的多了，得排队。我还有一大摞报表呢，什么保险的、经普的、农用地的，还有，哎，多了。那你明天交不出来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说我肚子疼，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哎，对了，
跟你说件正经事儿啊。我想了一下啊，筹备这个指王大赛呢，其实不难，赛制呢以前就有，其实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宣纸厂作为比赛场地就可以了，然后再下设各个的小组，其实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而且人员安排上，彭书记抽调各部门支持，这谁敢不提？你呀，想的太简单了。不是你有什么话你直说。帮我看一单，我再告诉你。连接发你了。哎，我那么磨叽。说吧。你想，彭书记一说把这事儿安排给廖主任，那老廖就吓得跟浑身过电一样。为什么？这里边呀，坑多了。那以前年办，后来怎么就突然不办了？我看啊，还是你比较懂。那当然了，我爸妈呀，他们都在体制内待了大半辈子了，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。你踩的这些坑，你全替我踩了个遍。所以我说呀，我才是那个小白。以前呢，筹备什么活动，我觉得我只要努力了，就一定能看到结果。现在来了这边之后，算了，我不说了。怎么说呢？这指王大赛吧，就是那种你拼了命都不一定能有好结果的事儿。我感觉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我要不然帮你想办法推脱算了。不用，已经上了路就没有回头路了，否则什么事儿都干不成。那要是真办砸了呢？你还真辞职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还有退路？没有，从北京辞职之后啊，就没有退路了。这么大，最大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宣家大多了？啊，哎，比赛场地要是拿下这儿的话，那厉害了啊！对呀。肖总，正经发办的2位同志找你。哦。肖会长。哦，肖总好，我是经发办。你们俩现在可是桃花镇大名鼎鼎的人物。肖总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们俩就是2个小萝卜头子，哪能跟您比啊？哦，刚刚我们参观了您的场子，真大。要不我说呢，还得是肖总，要不怎么能做宣纸协会的会长是吧？谈不上，都是同行兄弟们给面子，不能当真的。那个，肖总，哎，指王大赛的场地就定您家了啊？哟。那还真不行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我现在这儿正在赶一批上百万的货，要没法按时交货，我得赔付违约金的。那个肖总，能不能再协调商量一下？这真不是协调的事儿啊。肖总，您是宣纸协会的会长，指王大赛呢也是为了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嘛。这廖主任就夸您这儿好呢，彭书记也支持，彭书记也说您这儿好。是，彭书记已经跟我们开完会了。我们宣纸协会啊，肯定会大力支持。但现在我这实际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是吧？哪怕你们能提前点跟我说，我这单子不接不就行了吗？但现在，我是真没办法。是，这确实是我们的工作有疏忽，我们给您道歉，不好意思。这真不是道歉的事儿，市场经营一定得讲诚信，我必须按时交付订单。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来让一下。肖总，我看呀，他就是故意的。这指王大赛在谁家办就是给谁做宣传，这桃花镇又不是就他一家大厂子。没错，我何必呢？我在一家树上吊死我。
咱们呀换个地方继续钓。两位领导，这就是我家的情况。哎呀，我的厂子啊，要是靠卖宣纸，早饿死了。你们是看见了，我捞纸的槽子是不少，再说白了，那都是蒙人的。哎，挂羊头卖狗肉。有人要纸呢，我就去肖总的厂子拿；有人要来参观呢，我就把肖总的师傅请过来表演一下。你们让我办这个纸王大赛，这是既打了桃花镇的脸，也是想打我的脸呐。今年还真办纸王大赛，真办，您得支持啊，得参加。哎呀，我肯定支持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家现在这个实力啊，哎，不过这几亩茶园是我的啊。如果政府需要茶叶，我免费支持，免费赞助啊。今年这个纸王大赛有黑幕。不是蒋总，您这话说的，纸王大赛什么时候有过黑幕啊？之前这个纸王大赛是办得可红火了，为什么后来停办了呢？太烂了！哎呀，这届纸王都是宣家的，哪有这事儿啊？怎么着？整个桃花镇别人不会造纸啊，只有他们家历史悠久啊。咱不说别的，就说我们蒋家这星球牌，那在民国期间那就是响当当的这个啊。那如果放到现在，那是全球 No.1。我们家这个纸行开在香港、上海、东南亚的时候呀，他宣家还在琉璃厂摇尾巴转圈呢。你回去啊，跟镇长书记啊私下里沟通沟通，这回啊选我当纸王，风水轮流转嘛，这样大家一看，哎，不是宣家的了，大家都有盼头，哎，这样这纸王大赛才会越办越红火。我感觉呀，这个肖明啊，跟这些老板肯定通过气了，故意在这儿给我使绊子叫板。关键是啊，咱们还不能得罪。咱们经发办呀，主要就是跟宣纸产业打交道，离不开宣纸协会的协调和配合。要是真把这会长得罪了，以后工作就难办了。我感觉肖明说咱们没跟他商量，也就是个借口而已。你也看到了，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参加。肖明他犯不上得罪人，所以就拿咱俩说事儿了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真有。反正我不管他有什么花花肠。我既然绕不开他，我就找他呀。去那个吧，优选超市。可以。哎，那不是宣言吗？宣言，你不打招呼啊？跟他打什么招呼啊？啊，你喝什么呀？目前存在北京故宫，用的就是100%檀皮原料的宣纸，也是我们的国宝。Oh, that's very early. Sorry, gentlemen. Wait a moment, please. 儿子，可以啊，宣言。我看你这跟老外他们聊得有来有往的。一般，全国第3。Surprisingly, the coffee here is pretty good. 这几个老外啊，在网上看到我的画，就非要在德国给我办一展。啊，这不特意找过来了吗？我那些画啊，都是在网上这么卖出去的。挺厉害。林依然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宣言。有事儿啊？你这是又打算去砸谁的场子？你有关系吗？宣言，是不是知道点啥呀？行了啊，桃子，他能知道什么呀？赶紧走了啊！哎呦，办纸王大赛得罪了肖民，没人搭理你们啊，找不着地儿了，就打算给肖民找点事儿，对不对？别那么惊讶，毕竟我在桃花镇的宣纸协会的群里面，那群里面骂你骂的都刷屏了，你现在去自找不痛快。你快别打击他了，给我们想想办法吧，走投无路了。你看他那样，
像是走投无路的样吗？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说。谈笔交易啊？先说来听听。交易都没谈好呢，说什么呀？行，你先说什么交易？这事儿我给你办了，你呢就在这条街上，大喊一声，宣言不是败家子儿，是我林依然有眼无珠，我对不起宣言，我错了。哎，不是你心眼怎么这么小呢？谁让你先说我的呢？然后呢？你怎么帮我搞定？答应了。你先说。你说宣言的主意能行吗？他就是一个败家子，不靠谱，别信他。酒杯端起来呀，嘿嘿呦啊，把酒都干掉啊，嘿嘿呦啊！干杯！肖会长，肖会长。哎呦，领导来了！来，让个地儿，让个领导请，领导请，来，坐，别客气，坐，别客气，来，快拿餐具2袋，来，是餐具。坐下。那个肖会长，要不咱们聊一下那个比赛场地的事儿？都认识吗？这不是视频里对江自流的女孩。视频吧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，林依然是从我们首都北京回来的高级白领，刚刚入职我们镇政府经发办，是镇上主抓经济的业务骨干，高知精英，颜值担当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粗啊，别介意。但是呢，我对待朋友是情真意切、肝胆相照。既然今天有朋友来，那我们就好酒好菜好招待，是吧？对啊，我提一杯。这第一杯酒，我们敬一下我们镇上的新领导，我们的新朋友，今天最尊贵的林依然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肖会长，我们不会喝酒。不会喝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喝酒很简单，分为2步。第1步，把嘴张开；第2步，把酒倒进去。来，咱们喝。学会了吗？心意领了。那个，单位有规定，工作日不能喝酒。来，坐。这规矩啊，都是人定的。再说今天也没外人啊，破个例，好吧？欢迎小林同志做客我们宣纸协会。真的是工作有规定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明哥，我看啊，这就是感情还没到位。这要感情到位了，这七仙女都能下凡见龙友，这织女啊都敢背着王母娘娘会牛郎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哎，你说的对呀，这词儿真硬啊！我今天来，不是干部的身份，也不在邀请之列。我之所以主动来，是想跟各个职场老板交个朋友。这彭书记指示了嘛，为了挽回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声誉，所以要办好这届纸王大赛。这说白了，也是为了咱们在座的各位，对吧？我想趁着大家都在这里，我想请求大家的支持，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，一起把桃花镇宣纸产业给做起来。好，换大杯。领导，够诚意吗？我觉得这个就算。好，
既然今天经发办的领导都在这儿，我也表达一下感谢，感谢政府领导给我们这些企业的老板们大力的帮扶，没有你们的支持，也没有我们的今天。预祝本次指望大赛取得伟大的、圆满的成功。好，呀，够成绩啊，喝吧，算了吧，肖会长。喝。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。你呢，就跟肖民说这么一句，一个字不能多，一个字不能少啊。这句话就是，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。等会儿，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。对。什么意思啊？照我说的干，这事儿就很好办。如果你积极配合指望大赛，我能帮你把窟窿补上。桃子，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怎么走了？明哥，他堵什么窟窿啊？哎呀，来，老肖，来，坐，啥窟窿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好了，来，坐，来，咱们继续。好，老肖歇一会儿。来，吃串了。不是这么多，你吃得了吗？这只是开胃小菜，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，尝尝。真行你！你把肖明给治了，但你跟宣言的交易还没兑现呢。他那无耻小弟，我怎么能上他的当？但我怎么感觉这宣言好像在撩你呢？撩我？可拉倒！哎，肖会长，小林同志，实在是抱歉啊，给你们开了个玩笑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没事儿。你今天说的那个话，说了一半就跑了，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。肖会长，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宣言说的，对吧？您直接问他就行了。我问他了，他让我问你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今天晚上有点晚了，我觉得吃饭就算了，要不明天咱们经发办见面聊。哎呦，明天下午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？行的话，我一大早就去找你。行，可以。肖会长，别着急走，进去等吧。林依然呐，我等了一上午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还扣我电话，他什么意思呀？他到底在哪儿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许阿姨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我专程来感谢你的。你是来谢我呀，还是来戏弄我呀？你这话说的，怎么可能戏弄你？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。你看我啊，我毕竟是个公务员，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，对吧？就是你那件事儿，能不能换一件事儿？或者你先记着，日后呢，等有机会我再还你，行吗？合作破裂，我不需要。要不然，你再换一个条件。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，你并没有去珍惜。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，我怕再给你机会啊，你也不中用。
干什么？赖上我了？啊？小林同志，哎呀，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！我在办公室等你呢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肖会长，我现在跟轩辕在一起，我觉得有些话呢，我们3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。好，你说啊。首先，江子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，损害的是你们轩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，也是为了帮助你们轩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。还有啊，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，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，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。但是，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，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、可笑、幼稚。喂，倪然，干什么？车钥匙干什么啊？不是倪然。良好的交易，不是履行承诺，不合适吧？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。哎，你还挺会耍赖的啊！谢谢您，谢谢夸奖。你这是生我气了？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，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！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？是你给我的暗示啊！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？你一直生我气，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。记着啊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我同意了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是不是开得快呀？我也开得快。小林同志，哎，小林同志。学员，你小子行啊！啊，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？啊，拿我当药引子是吧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和他什么情况啊？哪来什么情况啊？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？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，那是做服务呢。哎呦，自己说的那么伟大，哎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就那姑娘。脾气大得很，你可得小心点。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？他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，你赶紧说，我那还忙着呢。想当年，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。哎，请注意你的用词，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。哎，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？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。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，你一走了之，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？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。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，再拿个好名次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，没忘本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好好道个歉，大摆宴席请他原谅，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，那万一别……哎呦喂，小民子哎，这勤能拙。是，师傅，勤能补拙。行，我去。行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，别说给你补上了，把你那印都给撕了啊！那绝不可能，师傅永远是第一。我努力，保3争2吧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啊，
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，你给解决一下啊。没问题。行。往年间有一种说法，叫看水色知纸力。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，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8、9不离10。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，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，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？不，水、浆料、材料、时间，还有捞纸、晒纸、剪纸，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。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，才能经久耐晒、千年不腐。你要捞纸啊？你有多久没捞了？行吗？陆师傅，您帮我带俩。好。师傅，你手上疼不痛的？你看清楚，还不懂的是你的手，还是你的心？是心。是心力。小米，你给我记住，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，知道吗？社会上的诱惑多了，欲望也就多，心力如果不够，就挨不过去。一辈子那么长，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，才能问心无愧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那第2个牌子往右一点，往右挪一点。哎，对，第3个猪猪你也往右挪一点。好嘞，我看一下啊。行，你这个没问题。都行哈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些牌子，没问题吧？都没问题，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。好，行。哎，窦师傅，哎，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，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好，辛苦了啊。是这个。哎，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有问题跟我说啊。好。一场一个人，你这是买一赠一呀？啊？我可不参与你这事儿啊，我是来检查工作的。怎么样啊，准备的？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，手艺上手也快，就是这腰不行。啊，保3争2了。保3争2。有点悬呐，怎么又悬了？贾二虎刚才来了啊，这小子憋了个大招，他把家里的3抢回来了。酱油3，他回来了。哇，二虎，这位老先生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，不容易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是谁，我三叔。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，技术不减当年。我们星球牌选手，韵文平均，结构紧密，韧性一绝，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老子手法，冲压而成。无论是薛永年呐，还是谁，都比不上他。咱们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啊！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？他就是有蒋有3啊，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。
我三叔啊，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，这次是回来探亲，顺便拿个纸王。我三叔要是在国内，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？这么多年，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。和往次不一样，因为江自流，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，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，他没见到一张好纸。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，那可是伤了元气的。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，那么就消除了江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。但是万一要输了，你看呢，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。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！那当然，名和命两样都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宣家输不起呀。是，老叶，你上。别指望我呀，我怕比赛。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。哎，张度学的刻苦啊，这台联算稳的。他那就稳啊，照猫画虎，学了个样子罢了。3年学徒，5年半足，7年才成师呢。张度啊，才学了1年多，那差远了。不过，我宣言这孩子啊，倒是蛮机灵的，那跟着我在支朝边长大的。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，可是基本功在呀。让宣言、张连、张度、台联，哎，这个可以。这是最好的搭配了，就他俩了。哎，啊，这孩子不争气呀，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，他痴迷着呢。那不是纸玩具，人家叫宣纸文创，给你说过100遍了，你都记不住，还在这老瞎说。从古到今，在宣纸上画油画，你们见过吗？没有过，那是糟蹋宣纸，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。哟，行了行了，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？小鱼，你给宣言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，决定了由他来做长联。好嘞，师傅。哎，杨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现在厂子里开会呢，就等你呢，赶紧来啊！啊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还等什么呢？全都在那等着你呢，你来吧。我还没接电话呢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接，我就不接。来，人家换彩铃啊，什么都不懂。再接着打，给他挂了，给他挂了。我长联，啊，张度、台联，就这么定了。老薛，老薛，老薛。林依然，出来。那你先等我一下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干嘛呀？主任生气了，快点。办指望大赛是工作，写10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。工作单上10几件事情挂着，办公室里一个人找不到，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？不要忘了，我还没退休，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。明天就开始比赛了，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，所有人都等着我呢。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，我跟您汇报什么呀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？我是在陈述事实。廖老师，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啊？这这么多人，有损您的威信。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2篇宣纸人的文章，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，要求有视频、有采访，下班前必须发上去。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。林然，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，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，给你腾位置。哎呀，廖老师，他连江自流都照怼不误呢，是吧？你跟他吵闹，那伤不到他，只能有损您的威信。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，是吧？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？采访我不就完了？哎，那张度也在，
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，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旨人的。实在不行，我把肖明也叫来。行啊，我们宣家老祖宗啊，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。刚来啊，没有地给你种，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。没有粮食，没有地怎么办呀？山上的檀皮有的是，拿来造纸换粮食。说到底啊，还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？那山里面穷啊，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。天热的时候，光着屁股照样干。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。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，那山外的人呢，瞧不起我们，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，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。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。这句话呀，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。宣言啊，主要突出宣纸文化，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能乱讲。我认为啊，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，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、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，墨印万变，赋予了书画的灵魂，承载了中国文化，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，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。其实啊，这个檀皮造纸啊，很早以前就有了。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，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，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？这会儿就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。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搅，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。哦，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，我是说他们懂得变通。当然了，也是权宜之计嘛，总得要吃饭。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，对吧？没错啊。算了，你不要讲了。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，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？我主要是想表达，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，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。儿子啊，妈，哟，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，还是要收起来呀？这是啊，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的。哟，我儿子真牛！你看是谁儿啊？那是。水果给你放桌上啊。行，放那儿吧。不瞒你说，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，他想让你去，可是他又不能说呀。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，你肯定不去。哎呀，就挖空了心思，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会完了以后，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！儿子，今天咱娘儿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，你爸那个腰，他要是去比赛，万一折了断了，再难听点瘫了，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，我都应了。你当然得应了，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你不当谁当啊？他爱传谁传谁。师傅，师傅，腰不舒服了，来呀，说了不让你干，你就是要逞强。师傅，您就别干了，我把这点料送下去，我来弄啊。您歇着啊，等我回来啊。儿子要有张度的一半，我就知足了。3岁看小，7岁看老。宣言的孩子呀，善良、心直，不出大恶，也不用操心。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，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。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呢？我上大学那会儿啊，我就问过我同学，
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？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。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？他们就说我用不上，我买它干嘛？这就是现实。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，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，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。我现在做的这些，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。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最基本的用，再到了解，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，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！你跟你爸去沟通嘛，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，霍霍。哎呦，我跟他说得着吗？那我说，别，你也别去，就他那脾气，他那犟劲儿啊，一整传统老祖宗，你也说不着。再说了，我跟我爸2项和平原则，我不招惹他，他也别招惹我，维持现状挺好。行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。你爸不能去比赛，你明白就行了。哎，妈，差点把这事忘了。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，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，你给我爸贴上。看看，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。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的。心里知道就好，我说的话你放心里啊。知道了，妈。好吃呀，妈。不当挺好的。哎，挺好的。哎呀，看看啊，谁最关心你啊？只有你儿子。嗨，他要是听我话，不给我闹别扭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他听你话，我儿子比你优秀，凭什么听你的？行了，起来吧，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腰。来。走走看。刘年，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跟那些年轻人比，你比得过吗？这回就算我求你了，咱不比了，行吗？哎呀，那个指王咱不要也行。你这个腰高真不错，你瞧瞧，我都挺起腰来了，你看，有劲儿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。我宣永年除了做纸之外，我没别的本事，但是这次纸王比赛我不能输了，我这输了那不是丢人现眼吗？本届纸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，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、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成贵师傅、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、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、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。本届纸王大赛分为4个评比环节，它们分别是捞纸竞速、成品率、规定射中、专家试比。每个环节最高5分，最低1分，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。现在进行比赛的第1个环节捞纸竞速，规则如下：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。这个年腰不小。我宣布，
捞纸比赛正式开始。别紧张，稳着来。二人捞纸，张连主事，口诀是得手要紧，全凭手感定后果，把控纸的克重、匀度。台联的口诀是烧手要松，随行就市。一联水泡深，说的是下水要深，铺底成型。二联水和新，通过两遍水的叠加，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，五心找平，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。这南阳蒋家捞纸技术一绝了，大气。能在南阳打下一片江山，确实是有手句号。可要想赢下比赛，看宣永年点不点头啊？师傅，您的腰。怎么了？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？他是真厉害，都说他是轩家的劲敌，而且我看轩叔叔那腰，好像也有点。哎，徐阿姨说了，说轩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，而且又严重。完了，那咱们可能真完了。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，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，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。哎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听天由命吧。行了，赶紧去。我可都数着呢，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10几招呢。你没想到，你赛还真挺厉害，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，你以为呢？师傅腰撑不住了。师傅，别紧张，稳着来。老轩他行。师傅，您是不是刺眼？很讨厌。评委，怎么了？领导们，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？这现在太刺眼了。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。不对呀，这不公平啊！张栋，就过来。师傅，快点！师傅，这看不见能行吗？过去加夜班，晚上不照样干吗？快点，快，没时间了。好。这轩老爷子这是玩哪出啊？怎么把眼蒙上了？秀梅姐，这蒙着眼睛能行啊？
可以的，师傅加油，师傅，师傅加油，加油！厉害啊！老乡还是老乡啊，宝到位了。各位选手，加油！主要还是在腰上。 还有最后10秒钟，加油！时间到，停止！比赛结束。师傅，请各技术员到会务组集合。师傅，没事吧，师傅？ 师傅，快，椅子，来，哎呦，你慢点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喝点水。有年，没事吧？腰还顶得住吗？行吧。哎呦，慢点，师傅。腰怎么样？哎，咱走。 大家久等了啊！经技术员验证，与参赛者核实无误，各参赛者的捞纸数量为星球纸页184张，得5分；辉煌纸页181张，得4分；宣誓纸场172张，得3分；群星纸场165张，得2分；金轩纸场147张，得1分。比赛公正，数据准确。我宣布，第一比赛环节，捞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 恭喜啊！咱们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，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。 老薛，这事儿啊，主要就怪我。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嘛，要不就我上了。你看看弄的。不怪你，要怪啊，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。哎呀，师傅，要我说啊，谁都不怪，要怪就怪那太阳。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，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，这不影响师傅了吗？哎呀，这才比赛的第1天，不怕啊。对。 晒纸我来，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？我保证啊，100张没毛病。哎，我也是这样说的啊。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，按规定啊，6斤半1刀纸。就老轩这手艺啊，上下差不了5000。是的呀。对啊，哎，让庄家品去呗，论品质，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。哎，不能乱说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师傅，这不是关起门来讲的啊。关着门也不能说。轩师傅。 晒纸啊，我跟老壳子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老公在这不选老壳子呀？哎呀，我们俩搭配。
谁要跟你搭呀？你讲什么你都听不懂，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。你看，各位选手，我再次提醒你们，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，成比率不足90%的是被弃权。各位选手加油啊，好好干，加油！你看，这纸不对呀，老头子。你看，别急，再润润。来，你看，这一转好几圈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管子有问题啊！对啊。来，我来试试。你看，这接也接不开，弄不上去。赶紧告诉永年。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。你赶紧去吧。谢谢。跟着去。谢谢。哎呀，宣师傅啊！宣师傅，打开。您快进来看看吧。看看。到。师娘，快去吧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放心，老宣进去了。喷水壶呢？这是这儿呢。味儿不对啊。